老师，我们来分享一下精油，我们要来做一些颈肩按摩的一些运用油。因为在精油界里面还是有一些单方精油，它可以利用它的小分子，然后帮助你，闻到气味嗅息之后加速，就老师教我们的呼吸法，对，去做一个很好的放松，所以它有一个加成的一个帮助。好哎，太好了，太好了。那我就先来介绍一下，一样，首先我们要做一个滚珠瓶，然后它就可以是很方便，就不用太有仪式感。做好一个之后，就可以直接涂抹。好，那我们先选，因为冬天也快到了，所以呢，我们就要运用2种油品，一个是甜杏仁油，一个是葡萄籽油。那我来稍微帮老师加一下。那甜杏仁油跟葡萄籽油，它们有什么样的？其实，在这样的选择上面啊，我知道你要问的意思。在这个选择上面，我喜欢选2个，因为2个植物基础油，它里面的营养成分不同，就像我们煮饭一样，比如说橄榄油、花生油、苦茶油，它的营养价值不同，所以我就会选2种以上的植物基础油，因为接触到我们的皮肤。那2来呢，今天选甜杏仁油，它亲肤性很高，比较不会过敏。那另外一个是葡萄籽油，那就给你尝试看看。我要放多少呢？大概是5ml，你可以加5ml的左右的量。那你可以这样学我，就是稍微是这样子，然后斜倒，速度就会比较快。5ml，可以吗？你觉得过程也很疗愈吗？对啊，对，很专注的。对，好，这样子很好。那呢，接下来呢，我们要来选用一个单方精油。那单方精油我选了有点多，比较弹性，是因为我们颈肩酸痛一定会带有酸，或者是身体那种感受会有酸甚至痛的感觉那我首先就选了3个很像的精油，就是这支是大西洋雪松，你可以闻看看这个味道，好香哦！大木头有没有到深山的感觉？有，我觉得闻到了那个一群很大的树木的树干，对，就闻起来就觉得很舒服。虽然我们没有约在森林里录节目，但是这个也很棒。这个是大西洋雪松，然后另外一个是一样，就是松柏科的，很适合颈肩酸痛。这个是丝柏，丝柏就有北加拿大，对。一种很清新的，好像醒鼻的感觉。对，因为你知道酸痛一定想要有点带凉感，或者是那种release，吸到这里觉得空间变很大，是不是很美？有没有很适合你刚刚的那个动作？所以它让我想到这3支。好，那另外一个也很像是杜松子，好，它就因为它是杜松子种子。球果去萃取出来的，所以它的味道就很有果实，对，土壤的味道，yes， 很接地气的感觉。对，所以这3支很雷同，它就像老师说的，这个胸都开了，很棒。这支我觉得很沉，就很稳的感觉。对，所以其实它在临床上面，杜松子用了很多翻译肾脏功能、代谢，甚至下肢循环不好的时候，其实它会是我们选用的一个配方油。难怪那个很沉，跟我们对很像，对，跟瑜伽的一些逻辑理论很像。因为大自然嘛，跟瑜伽其实它是很自然的东西，所以某个程度上它有点语言相通的感觉。对，好，那另外呢，我还要再介绍一个比较清新一点的味道，这是柠檬尤加利，它的树木就更小，然后它是灌木型的树木，所以它很需要大量的水分去种植，所以你会发现它比较年轻一点的感觉，有没有？前面几支有点成熟的味道，这好像比较在刚长出来的嫩芽。太棒了，老师！真的吗？很斜杠他抢我的工作了，对不对？对，它就是比较轻的年轻版的，对，这是柠檬尤加利。然后接下来是柠檬草，
柠檬草也在酸痛运动药膏上面会很常出现到它，还有很多那种运动员的一些相关产品，或舒压都会闻到像这个味道。好棒哦！天哪！对啊，我觉得好像练瑜伽不能去到大自然，可是就是借由精油都可以感受到大自然的气氛，然后它的分子。没错没错。我突然想到可以邀请你，我们找一天去那种山上，就是也不用到真的很山上，可能就是在中海拔，我们就可以在真的把这些松柏环绕，然后我们做一个，请老师带我们做一个动作放松，超好的，是不是很美？我现在就很有那个画面，很喜欢。好，这个是柠檬草，那接着呢，还有一个是迷迭香，迷迭香是我个人喜好。因为我觉得就是现在工作压力大嘛，所以很常忘东忘西。那迷迭香在我们的生活食材当中很常出现，肉品啊，对，老师是 vegetarian， 就是素食者，所以你可能对无感，但是那个前菜、蔬菜汤，或者是那个一些甜点里面都会加它。迷迭香，对，迷迭香，它是加它的叶子，对，下去料理，它就把它切碎，然后有的是放在蛋糕，然后有的是放在肉的上面，对，香。我们的来宾快疯了，我们来宾周边可能观众会看到一个来米小狗狗，动来动去。好，另外一个是百里香，有没有发现它就更强烈？通常那种酸痛到极致，就像我之前的症状，就觉得gosh， 我真的要立刻吃那种神丹妙药解决我酸痛。百里香很喜欢，有一些那种酸痛药膏贴的，或者是那种喷的那种，它很直接，所以百里香的味道也给人家很直接。那老师，这种精油可不可以吃？不行，不行。其实说加在水里面，我不太建议，因为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因为其实，在国外欧洲国家，他们其实可以提倡做口服。不过它是需要主治医师，还有芳疗师在你的就是视诊，看着你把它正确的稀释调配，看着你把它喝下来，然后留院观察，你才可以离开。那因为吃精油就是口服精油这件事情是，除非你有五脏六腑的一些很多的问题，你要借由这个来做辅助治疗。那我觉得口服或者是其中一个治疗的方式之一。那由于我们亚洲人对于芳香疗法还是稍微比较陌生一点，所以对于它这件口服这件事情，还有以及我们在做寻求主治医师跟专业芳疗师看着你留院这个整个流程，我们并没有那么的完善。所以如果在家里你想要这样子滴精油稀释，我觉得还是比较有高的风险，因为我们喝的时候会有黏膜、有唾液。对，那其实唾液这种东西在接受的，我们食物有时候一点点就可能很有感受。所以一样的精油，而且精油本质它是比较清油，它不清水，所以如果是一杯清水这样滴的话，你会发现精油会浮在上面，是它没有办法溶在下面。那你即使这样子混淆，你喝下去，你有可能会粘在某一个黏膜，或者食道，甚至胃壁。那其实有一点点本末倒置了，所以在好专业。对，所以在口服上面，我还是不是很建议大家在你还不是很了解芳香疗法，或者是没有专业的芳香疗法师以及医师的一个确认之下，我还是觉得它的风险会比较高一点。是的，是的，非常专业的问题。好，那我们最后还有2支，我太贪心了，太多精油想要介绍给老师，我稍微分类一下，你就会知道哪些是什么。这是大树木的，你刚刚有大树木，然后这个就是比较小灌木跟越来越小的植物的味道。那最后这2个，因为我怕这个味道太草本，那我选了2个植物，2个柑橘类的精油，这个是葡萄柚，你应该不陌生。我们喝果汁上都有个葡萄柚，很葡萄柚，对，这是葡萄柚精油。对，然后我喜欢找一些柑橘类的精油来
调味，你会觉得更果香一点，对，比较亲民。对，然后佛手柑的味道我很喜欢，最近，可能我最近有点焦虑，那佛手柑对焦虑很好，情绪上有一种清爽的，对，所以我就选了2个果皮类的。然后让老师去选择。那我们今天选择的是大概一样的比例，这边大概是15ml，我们15ml到20ml。这个瓶子我也忘记了，应该我们算20ml好了，好不好？然后20ml呢，专业的算法就是20乘以20，它有一个专业比例。然后20是哪里来？就是我们的1cc 等于是20滴，所以就是我们要的容量是20ml乘以20。那颈肩酸痛比较局部的会选用5%，所以我们大概是选这个玻璃滚珠瓶，水深的是20ml。那等一下要请老师滴在你的这个玻璃调杯上，大概你可以，我们总共要滴20滴，在安全的滴剂上。那20滴你可以选很多种，5种、6种或10种都可以，但是你总滴数要10滴。那就20滴吗？对，20滴，然后你就可以自由选配你想要的味道。所以我从这边自由选，对，然后总数20滴就对。对，你可以是举例哈，比如说我喜欢果香味，我就这边是5滴，然后这边有6滴，然后这边几滴这样子都可以选。那我们就开始做吧。老师，那我们刚才调好了这些油之后，你就把它放在你的滚珠瓶，稍微摇和一下，再闻一下，有点多到喷出。这有分时间用吗？随时都可以用。随时都可以，对。那假如你觉得，我可能使用的频率变多了，其实你只有一个现象，就是感觉比较口渴。对。那其实因为我们的比例是安全的，那你觉得口渴，你就喝水即可。对。那我们就调啊，我先让你分享一下我的味道。好，我闻一下你的味道。有一种柠檬清香。对，我就是想要这样提醒我，因为你刚刚教我的那个呼吸法，它首先让我想到植物的清新，还有大树往上生长的概念，所以我就想要有这个味道去提醒我呼吸，然后就往上延伸。因为老师你说从腹腔然后呼吸到那个眉心，我就马上想到它，然后我就想，那我要调的味道是要有大树往上长的样子，所以你注意到闻到有那个小植物、小树芽的味道，但你有闻到树木的味道。有，这是我想要的味道。我觉得是从这里长到我的鼻腔，然后鼻腔串上的眉心的感觉。所以我是想要借由好厉害的味道升上去，然后提醒我 ，OK， 我今天要，因为老师刚才一直重复眉心，我就好记得，是不是个好学生？太好了。这样，而且超专业，马上可以有运用到，然后全部都是在这个地方。会，那你离开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胸腔是干净的，对，它会自动这样，那种清新的感觉，然后到我的喉咙这里空间有一种大大的，这里有一种清新感的，太棒了。老师很有瑜伽的气质在里面。它的味道，老师的味道它不是平的哦，它是在某个几个音调降，它有点像是海这样，静静的。然后我想大家看到我们两个对话，应该是发现我讲话就是比较激动感、高亢，然后老师就是静静稳稳，所以你有那个味道感觉。所以我只是随机的。你是不是不爱发脾气？你不太会发脾气。其实你爱你想生气，你都会比较 OK， 然后你才表达你的想法，对吗？
我现在是比较不觉得有什么好发脾气，一般的事情来讲 ，right， 对，就比较能理性或者是很慈悲的看待。对，你有没有就是真的受不了的时候？也是有，但你是不是不会第一时间的说出来说，我不喜欢你这样，或者是或者是很生气？我大部分会先冷静一下的，比如说我去打坐一下，然后之后我很生气的事情呢，我就会想说我要怎么样去沟通这件事。那你当下，比如说你跟人吵架，你会先去打坐，再回来？不会啊。OK。如果是在家里跟小朋友的话，对，小朋友我就想说我要怎么样跟他讲，然后他才愿意接受。那如果跟一般人，就是可能有一些交集，然后有一些沟通、一些对谈的，其实比较不会有生气的这一件事情会发生。有你的味道有，真的哈。对，就是真的很平静，然后很和平，可是你有你的原则跟个性。对，你的味道就是，其实我看老师第一眼，我觉得你是个很温柔的人，但是我观察你之后，我发现其实你有你的性格在，就是你不是真的很柔的人，有的很柔，就是有点像是小媳妇那种委曲求全，或者你说什么都 OK，你不是，你温柔，但是我们是要理性沟通的。然后我闻了你的调味，我发现，我确定是这样的人。你可以从那个精油拿来判断，对，是什么样的性格？对，因为其实有时候精油，若你接触，大部分的人他会有偏爱的喜好，比如说就像我不喜欢爱花朵的东西，我觉得不像我的 personality。那有的人会特别爱树木，有的人特别爱姜，这种比较香料类的，那你就知道他的个性大概。然后这个大概是来自于他选用的单方精油植物的生长环境，就可以 match 他的性格。那这个不是绝对，它是一段时间的，就是呈现他最近的这个状态。Yes， 太好了，那我们就一起来涂抹一下。好，在我们的颈肩这个地方做涂抹，就是老师你说就是在斜方肌的这个位置上。就其实它生活上就真的很方便。对，只要做涂抹，左右两边，然后天啊，我已经闻到我的味道，我已经好喜欢了。然后气管这边都可以。有啊。对。开始要呼吸了，之前都呼吸错。好，那我大概就涂，然后其实涂的时候，我想要有一点也可以，然后我就稍微按一下。好。那大部分精油都是涂抹在这个部位吗？不，就是其实要看你要运用。因为我们是要肩颈放松这样。对，办公室嘛，你不可能先做衣服嘛，我们就先做一些办公室。好，那当然你也可以稍微太阳穴。好，那我们就跟着老师做一次，那你就请他跟着我们做一次老师做的办公室伸展运动。好，请老师带着我们吧。那我们把双手往前，然后吸气的时候可以盘腿吗？老师可以盘腿啊。好。那你坐办公室的时候，就是看你的方便。OK。然后吸气，把你的手往左右两侧打开，吸很慢，然后往后推，吐气往前，慢吐。那我们现在加入拍数，吸气1、2、3、4、5、6，翻吐1、2、3、4、5、6、7、8，吸1、2、3、4、5、6，翻掌，吐1、2、3、4、5、6、7、8，吸1、2、3、4、5、6，翻吐1、2、
3、4、5、6、7、8，吸1、2、3、4、5、6，翻吐1、2、3、4、5、6、7、8，我们最后一轮1、2、3、4、5、6，翻吐1、2、3、4、5、6、7、8，然后手肘弯以后带回到你的胸口，再把你的手放下来，好舒服哦！我觉得我好像在一大片的森林里面，一直闻到那个味道。我也是，就是有加精油跟没有加精油练习上，我觉得而且它会让你感觉在那个氛围，就像我刚刚前面我会东瞄西瞄，那我加精油就会很 concentrate 在我的动作上，然后我真的可以想象那个植物生长的样子，所以我就提醒我，所以我有一段完全是让我自己放空，不是不专心，是完全在你的声音里面。那我是完全的融入在那个味道里，还有在那个呼吸跟那个味道融合在一起的那种感觉。其实我觉得，因为我以前没有用精油这样子做瑜伽，真的是另外一种体验。对，然后是很舒服的体验。它有一点是在不同的专业上多了芳香疗法在里面，其实在生活当中就是好像调味了一下，对，就会觉得这个风味好像说不出来的，对我来说是美好的，然后你就觉得有种幸福感，就是它不是就没有那么的单纯，它多了一些感受跟体验，层次感加深。对，太好了。那你会考虑以后瑜伽的时候来加点精油吗？考虑啊，而且我觉得也建议大家，如果你是精神比较不好集中的，然后有一些味道，然后让你可以享受在这个味道里的时候，你做这个瑜伽其实就是一种享受的过程，就不会觉得是完成一件事。对，做瑜伽然后有一些疼痛，或是有一些不耐烦，或是心境上很浮躁，就是完全在享受里。这种加成的辅助效果 ，yes， 太好了。所以很高兴今天邀请老师到我们的整个分享会上面。所以如果是你很喜欢呢，不要忘了帮我们按赞，然后订阅高跟鞋马吉，然后开启你的小铃铛，叮咚叮咚。老师，你有没有什么social media 我们可以分享出去的？我有一个脸书是 For Yoga Art。OK， 我们会在我们的影片下面。然后分享给大家，然后可以去分享一下老师的粉专，然后也去支持一下老师。好，太好了。我也把这个讯息，然后这个精油加成的效果也分享到脸书，让大家也可以体验看看。太好了，太好了。所以呢，不要忘了订阅我们的 IG，然后开启你